晚上在健身房吹着冷气，然后运动的大汗淋漓，这样的运动方式真的是健康吗？中医在养生这一块，它并没有一定强调说做一些重量跟肌力训练，它都是整个身体连贯性，包括中医讲的这种关元穴这个丹田的这个位置呢，主要都在导引身体的气血的流转。中医是全人的一个治疗，其实很根本的源头其实是在那边的运作的顺畅。气结是什么意思啊？就是气它卡住了。大块肌肉反而是气卡住了，就是它那边也许它不是一个很健康或气血很流通的状况。欢迎来到健康养成记，我是 Amber。依照财务部的统计，全台健身房的人数呢，在2023年比2019年要成长了大概80% 之多，所以可以看得出来呢，大家对于健身的是越来越重视的。那另外一个调查是2013年这个民众的运动时间的一个调查，发现说在下午运动的人呢，大概占了31%，晚上是大概30%，上午运动了占了23%。那早上运动大概都是以银发族居多，下午大概就是学生，那晚上就是上班族。那其实现在我们看到有很多上班族在晚上在健身房吹着冷气，然后运动的大汗淋漓，这样的运动方式真的是健康吗？我们今天请到的是朱奕之医师，朱医师您好。Amber 你好，大家好。对中医来讲哪一样子的运动是属于比较好的运动呢？中医来说，其实我们在中医里面在练习的都是在调整身体的能量的流动，然后顺应着这个自然。所以中医在养生这一块，它并没有一定强调说高强度的运动，而且也没有强调说要做一些重量跟肌力训练，反而你会比较像是看到太极拳，还是八段锦。但是它每一个动作，它在做的时候，它都是整个身体连贯性，而且也要把身体的核心，包括中医讲的这种关元穴这个丹田的这个位置呢，它会跟我们整个脚跟整个地球或大地是整个连成一块，再去做发劲或者说去做移动的一些动作，主要都在导引身体的气血的流转。那现在人可能会比较把它联想到，会不会比较像瑜伽、伸展或者是拉筋之类的，是不是？对，那有可能会结合到比较偏道家，所以它可能是比较做于说像一些打坐或打禅，它其实有点像从身心灵，它从心跟灵来出发，然后来带动身体里面内部的这一些意识层面的一些流转以后，来影响到身体。那中医也不是说叫人家不要运动，并不是这个概念，是说我们可能要去找对的时间运动。《黄帝内经》也是有强调，希望我们大家无厌于日，就是不要怕白天，不要怕太阳，要多出来走动或活动。5点到7点这一段期间是比较偏我们的大肠经，早上，对，那7点到9点就会到我们的胃经，9点到11点就比较偏我们的脾经。那所以这个脾跟胃在中医里面，它主管的是比较偏我们的肌肉所以它跟我们这一些肌肉的一些活动运动其实是有关系的。所以吃完早餐以后然后做一些简单的运动活动筋骨，它其实是可以对我们的肌肉上面是有帮助的。但是在我们现在的一些研究上面也发现说，好像在傍晚运动的时候增加肌肉量好像效益最高。对。那在傍晚的时候，其实是3点到5点这段期间，是我们所谓的中医说的阴气开始在转变了，身体也要从比较偏活跃的一个状态，好像要收敛，有点像我们的阳要跟阴要做一个交接，交接的时候，气跟血两个好像聚集的最密集。所以在这一个期间点，好像发现说，muscle 量在运动上面好像也效益特别好。那这个是刚好也合乎到现代人他的一个工作形态，一般上班族也只能下班以后才有办法去运动。
晚上的时候就要帮我们把我们的身体的气血让它回归到我们的脏腑，所以我们就不需要说太多的高活动度的一些活动跟运动，那让我们身体会比较平和，然后在夜晚的时候可以归于平静，然后能够去安稳的睡一觉。所以这样听起来就是说早上跟下午运动都不错，但是就是晚上是最不好的，因为气正在收的时候嘛。对，尤其晚上睡前2个小时，我们并不建议说做太剧烈的运动。我们所谓的一些太剧烈的运动，你可以把它用一些国民健康署的一些定义啊，像我们现在所谓的预估的这个最大心跳速率，就是用220减掉你的年龄嘛，那你可以抓一个这个预估的最大心跳速率的百分比，白天你可以做大于60%，甚至有可以到80%，比较偏强度高一点的运动。在晚上的时候呢，其实你可以去变成原本1周建议3次的运动，你可以把它拉长啊，做到4次到5次，就是持续，但是强度不要那么强。对，或者说我们把运动的时间稍微缩小。那其实你可以让你身体有一个每一天固定的时间，促进身体代谢或让它冒冒汗的时间点。那其实我觉得可能可以做一些调整，并不完全说都不能在晚上运动啦。是，真的蛮颠覆一点观念的。就像现在，例如说我们会说做有氧运动是可以帮助心血管的，那所以在中医没有这样子的概念。中医是全人的一个治疗，心血管的问题，其实我们中医讲的5脏6腑，它5行里面它都有包括在这个心跟血管里面。怎么看呢？我们说心主血脉，所以心代表的就是血液。那我们这一些血管它里面的一些经络的一些走向呢，比较偏向经络的络脉。它络脉就会比较偏向微血管网啦，还是说会比较偏向于说横向输布比较细的这一些小的经络。那这一些络脉呢，它可以去比照我们所谓的血管的外层，它会比较偏我们的三焦经跟水液的代谢有关。那血管的内膜呢，我们所谓的心包络、修心包经的一个范畴。心包好像就包在心外面，那心又是血液，所以那个心包就包在血液外面，就是血管内膜。所以这个血管内膜，我们常常有时候会去按摩到的，就是像我们的劳宫穴，或我们的这个中间走下来的3根手指头的我们所谓的内关穴，这些都是心包经的范畴。那劳宫穴对于心脏的一些收缩力啦会有帮助，还有包括我们的新陈代谢跟缓和我们这种心跳的节律也会有帮助。所以它是有一些络脉跟5脏6腑的一些概念在里面。那血管的这一个核心的组成是平滑肌。我们刚才有提到说像脾胃主肌肉的这个概念，所以这一些平滑肌也包括在脾胃系统里面。那我们还有神经哦，那些神经叫肝脏在管理的，肝主筋，它主身体的筋骨的筋，也有一说也是代表这个神经的部分，也是属于肝。所以你看它整体协调性上面，其实5脏6腑都包含在里面。那最直接的一个连结其实是在肠胃系统。我们的肠胃系统，它在我们吸收食物以后，会透过我们的肠肝循环，会连接到我们的肝脏，去做我们这些3大营养素的代谢。代谢完以后呢，它有可能会形成脂蛋白，它会透过血液，在血液中流转。那血液中流转出去的这些蛋白质，我们就可能会有一些不好的胆固醇，或低密度脂蛋白。那我们低密度脂蛋白在我们的周遭血管还有我们的细胞组织运作以后，又会变成高密度脂蛋白，又会被输送往肝脏的方向来做一些代谢。所以其实在我们的血管内膜，它有可能遇到的这些血液里面的这一些所谓的不好的胆固醇多一点的话，也许就会造成心血管的负担，血脂。所以它其实很根本的源头，其实是在肠胃系统那边的运作的顺畅，跟身体的这一些血气、血液，它有没有真的很健康，还会很有直接的关联性。所以就是说，我们以为
好像说想要心血管好，运动上面我们做有氧运动，但是其实在中医里面，可能吃的就已经是影响到血液最大的一个问题了，不一定只针对运动来帮助这个心血管健康，还有很多方面，其实都必须要兼顾到就对了。没错，那所以我们刚才提的这一些运动上面，其实中医并没有说真的不强调运动。我先讲，他还有一个疑问，就是说像现在大家都很流行重训，其实有一个很主要的原因就是说，因为年纪大了会有这种肌少症的问题，所以就会想说啊，趁着年轻要存这个骨本或肉本什么之类的。那假设说像中医他不强调就是做这种肌肉训练，那就没有办法去存这个本。那中医的概念到底是怎么样？我们刚才有提哦，我们刚才讲到肠胃系统其实蛮重要的，所以他假如说是在我们比较偏中老年人，他其实你要去看他的刚刚提的三高的问题啊，心血管的问题，那你要看他吃的食物的质量，跟他是不是需要去调整算补养的这一块，来调理身体的状态，其实都可以一起去顾。但是我们现在往往就是并不是说一个以医师或者全人的角度在看待事情，那我们可能就是知道方法，我们知道说去做重量训练，可以增加肌肉的质量，然后让我们的 muscle 不要去流失，那其实这个想法也没有错，一些重力肌力训练改善了他长期婆婆的下背痛的问题呀，这种案例蛮多的。对，所以说我们不会去否认说重训这一块，只是说会去再强调说，除了重训或者说现在强调的运动之外，他是不是要再去重新检视一下自己的身体，是不是哪些地方需要做调整，或者饮食上面需不需要做一些改变，那有可能会更好。中医不强调这个大块的肌肉，因为刚刚你有提到，有时候大块的肌肉如果太硬，也是一个气结。对，气结是什么意思啊？我觉得这个蛮有意思的。就是气它卡住了。大块肌肉反而是气卡住了，就是它那边也许它不是一个很健康或气血很流通的状况，有点像淤阻。但是通常一般我们会觉得说，有练出这种肌肉，应该感觉就是很健康的这种表征。其实我们还是要看他本身的人的一个骨骼结构跟状态。比如说他本来就是一个蛮高壮的人，那他支撑的一些肌肉量其实也会有一定的一个质量在。那你假如说原本其实并不是骨架那么大，是因为后天的锻炼练出来的，对，把它练出来，那有可能就是不完全是照他本身的体质的走向去走。实际上它不见得代表完全的厉害身体的很完全的健康状态啦，是这个意思。那他假如说真的要让这个 muscle 大块，我们刚才有提到一个说可能比较偏气阻滞，或者说气血阻滞，它就一直停留在那边的时候，它也会变得比较偏肿大。那我们刚才有提它有些人他是水塞在那里，所以他也会看起来比较好像肿大。那你怎么分辨得出来它是属于哪一种？你假如说是比较偏有点像水湿之气或痰湿之气重的，它的那个肉的弹性度非常的不好。这种水肿它有可能会比较偏在组织间的水肿，那我讲的它有可能是在 muscle 在制作过程当中，它也许就是已经是都很多里面都充了蛮多水气的。因为有些人他并不是说真的本身体质非常燥热，那但是他就会习惯性都要喝冰冷的食物。冰冷的。所以他有可能他会直接灌冰的一些高蛋白的一些饮食。对 muscle 里面它有可能比较多的水气，也是因为它的肠胃的排水系统不是很好，有点像比较偏虚肿或者虚性的肌肉的成长。那有些人是非常的硬，那个就比较像他的这些血气稍微堵在那里。所以常常运动重训完，有些人还要去做放松按摩啊。对，因为它堵在那儿啊，要酸痛啊。那因为我们刚才提到肌肉要大块，一定是要让它破坏，要让它成长。所以它有破坏就会有一些我们所谓的血瘀。那这个情况下，其实你要去适度的或者适时的去帮它做处理。我现在其实是会觉得说，做一些伸展跟拉筋这样子的运动，其实是蛮符合中医的一个想法，但是它也是可以练到身体上面的一些肌肉。我们有一些状况是需要去拉筋，就是它也许它可能有一些中医说的肝
生气、有比较纠结的时候，他要去放松自己的时候，其实拉筋是很好。那有些人他们是为了说我要健康，所以我要一直拉筋，而且好像筋长1寸，然后就可以寿延10年，对，多延年益寿等等的一些想法。但是他有一个比较偏核心的想法是，我的筋要能够延长1寸，它不完全是我要用拉的。它还有一些结合他身体是不是有一些病痛没有处理，那导致他的一些气血不足，不足以润筋，所以筋就会紧绷，然后甚至会缩短，还是说他有一些是外感，身体有可能受到风寒湿的一些影响，导致他的筋容易会很紧绷。那这些问题都要先处理。懂吗？所以他要先处理完以后，那我可以做一些适度的拉筋，那有可能对身体的健康才是一个最好最大的一个帮助。今天就是医生讲的这个内容呢，其实真的蛮值得我们去思考一下，就是我们现在做的这些重训是怎么样的模式对身体才是真正的好。那今天呢，我非常谢谢医师的分享，谢谢您，我们下次再见，拜拜。